台湾在台南新化。欢迎来到新化博物馆。博物馆解说的是后面这一栋吗？哎，姐帮你安排游程，会只安排一栋博物馆吗 ？No No No， 整个新化都是我的博物馆。啊，我知道台南有很多古迹，但整个新化都是博物馆，这怎么说啊？因为新化的地理位置非常特别，它是在山地还有平原的交汇处，所以早期也是货物集散的中心哦。因为这样，它有很多非常美轮美奂的建筑，同时也有很丰富的人文，还有自然环境也相当多元。你看，建筑博物馆、美食博物馆，还有自然科学博物馆，这些通通都是博物馆，就是生活博物馆啊。哇，那这样听起来最重要的是，好像还不用门票哎。哎，你怎么这么精明啊？对，那赶快带我走走逛逛吧。早期的买卖交易就送到这个地方来，繁荣带动了这个街市。那同时呢，也造就了这些人就越赚越有钱，就出现这些仿巴洛克式有钱人盖的洋楼。这个颜色，它的外表跟它的内心没有很搭配，很黑，但是很清甜，它的口感超级好，我敢发誓一点腥味都没有，真的是温体厉害的地方。给它转。Johnny， 沈超，输赢输赢，跟他拼了，跟他拼了。Johnny， go go go， 去，好了，李想，对，加油！这个高度，你看出来阳台之后，真的就是树冠层呢，叶梢、枝芽都在我们触手可及的地方。不只像住在树上，也像住在树屋的感觉。有，哇，好吃谁哎煮的啦？有够会煮的，自己凭良心讲，好吃吗？很好吃。很好吃哎。对啊，咸度非常的刚好，而且虱目鱼好软嫩哦，香菇也超级香的。丰富的味道，全部都是自己采的食材，然后全部在同一个锅子里面对呀，炸起来。维尼姐，难怪你会说我们新化这边是活的博物馆哎，这老街超级漂亮哎。没错，你看街道两侧这个建筑都是仿巴洛克式的，每一间都有特色，每一间都有美学。而且南修老师，我知道啊，这个新化老街这一条，其实真的就是新化早期发展最繁荣、最茂盛的地方。是，我们从文献记载里面来看。它在清朝时候，就有记载到这个地方已经有市集了。那到了日本时代呢，才又变成一个正经中地。它把新化的郡役所，还有新化的街役场这些行政中心都设置在新化这个地方。那新化会发展起来，最主要它是地理位置刚好后面是山区，山区农业社会早期的买卖交易就送到这个地方来，所以这些买卖交易繁荣带动了这个街市。那同时呢，也造就了这些人就越赚越有钱，就出现这些仿巴洛克式有钱人盖的洋楼。但蓝轩老师，他两边明显是不同建商盖的啊，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其实不同年代有不同的思考风格，所以当时刚开始第一栋建的就是刚刚那一家永达医院，它在1921年盖的时候啊，它因为是一个布商，那赚了很多钱，以后呢就仿一个西洋式建筑风格。那旁边这些店家呢也赚了有钱了，就看到这个洋楼非常的漂亮，就跟着仿效。所以他大概从1921到1926年，陆陆续续把这个建筑风格盖起来。那当时是每个店家都自己找一个建筑师傅来设计它的立面，我要呈现了一个华丽感的感觉，也彰显它的这个身份地位。那另外那一侧呢，是因为间隔10几年了。那个时候这边盖的就不是像这边是比较赚到有钱来盖的，这边是比较属于用贷款借钱来盖啊，所以呢，民宅式的，是，所以它就是走向一个简约、几何线条为主的现代主义，叫土豪区。对。这也蛮有趣的，土豪区、小康区，对，小康。整个新化老街，它象征的不只是历史的轨迹，它象征的是2条历史的轨迹。对，而且我觉得它老街维持的就是都还有在运作，哎，像有些地方老街都已经变成了夹娃娃机店啊，变成在卖一些比较新的东西，但这边还是原汁原味的感觉。是。
老师，这间饼铺也好有古早味哦，应该也是传承很久的一间饼店吧？是这一家呢，是我们新化的泰香饼铺，是我们新化老街上一个特色店家之一。那这边的特色就是我们的新化水果饼，我们叫做饼老板。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水果饼哦，没有吃过哈，欢迎试吃。这个水果饼是指包水果的意思吗，老师？这个水果口味啊，它其实它本来的原的馅啊，最传统的刚开始是用我们新化的在地的地瓜，就地取材当做它的一个馅料。那后来呢，经过我们周阿伯啊，他继续去做研发，我们添加一些水果的口味进去。所以呢，就变成有水果的滋味，有没有觉得？对，有那种柑橘那个香气在。对，所以周阿北就是姐姐的父亲，我爸爸。对，您的父亲想说要把水果的风味加到原本的番薯里面。对。他怎么会有这种创意？因为那一年刚好是要参加那个就是食物的品尝会，然后他就想说，要有一点点的，就是这种古早饼，然后再加上一些创新，所以他就想说，可以来加果汁这样子试试看。对，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清甜，不会腻口。我觉得变得很清爽。外面的饼皮也好好吃哦，外面的饼皮有一种很单纯的淀粉的香甜，就是那种面粉香，越嚼越香，越嚼越香。老师是。当初为什么这个饼啊？是为了要拜拜吗？还是什么用途啊？这个饼其实啊，在我们新外跟台南附近有一些地区，它有一个习俗啊，叫做打饼。打饼啊！那最主要是比较早期的时候，因为那个年代啊是重男轻女的时代，而且医疗不发达，如果他要满周岁，又是男丁，所以这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所以他们就会打水饼来分享给这些左邻右舍，分享福分这种意涵存在里面。以前呢，当然就是男丁的时候值得庆贺，但是现在呢，女孩也慢慢越来越受欢迎了，而且常常都要骗人生女儿，所以现在生女生也可以请吃水果饼。可以啊，我们现在是讲求男女平权呐，所以呢，我们不能因为这样子就忽视了女生。对啊，女生有时候更珍贵耶。对啊，水果饼可以把它变成水果饼啊，女生就是水。对，有生水啦，水啦，水啦，吃饼啊，水啦。我们现在呢，介绍一家新化一个特色商店，这一家呢是安全侦车店。侦车店啊？是侦车店，知道是什么吗？我知道，缝纫的。缝纫机。欢迎光临。你好，苏欣姐。欢迎来新化玩，谢谢。哇，苏欣姐，你这边原本就是侦车行了吗？对，我们日据时代这个就是叫安全侦车店。我们108年接了这个房子之后，我们花了2年的时间，再把它照原样修回来，就是等于让安全侦车店再重生。重生。对。侦车啊，其实，在传统的产业跟手工艺里面是很重要的角色，真的，因为它象征了一些女性的精神，对，然后同时也象征我们一生当中生活的索引都跟侦车这件事情、缝纫这件事情是息息相关的。对，朱清姐她的婆婆，她当时一台嫁妆是侦车，就是在这一家侦车店买的，买了以后，因缘际会，现在由她的媳妇回来接管这一家店了，所以婆婆的当时在这边买的侦车，就让她回娘家变成这边的镇店之宝。哇，那个声音啪嗒啪嗒啪嗒，好好听哦。小时候，因为我妈会车衣服，我都在这种声音下睡着的。真的。对。怀旧味。对，这一间呢是早期啊，它是西药房，那后来把它转型变成一个选物店。那最主要都是放西药的柜位，对不对？这个是早期放药材的房，他们经营了一甲子以后啊，60年，后来结束营业。包括他现在的这个柜子，
还有他们的药房的药柜，甚至呢这个药厂合作送的一些座椅，它都会呈现在这边。哇，这张椅子看起来药厂送椅子，对，药厂送椅子，因为当时药厂为了要转啊，所以呢，他送了椅子以后，民众来买药，但是有时候不见得纯粹为了买药的，变成一种人情的交流。我觉得这一间屋子非常的让人感到舒服。虽然它以前是药房，我们想到药房好像是我人不舒服的时候我才会来这里。可是因为现在在很温暖的选物店的这种不管是商品摆设啦，或者是灯光的营造啊，氛围之下，它反而让我觉得很舒服，因为有这些木质的柜位，还有你看这个怀旧的地板散发出的那种温润，反而让我们现在觉得很舒服。老师，老街除了有很多的仿巴洛克式建筑之外，还有这一栋历史建筑，也很古色古香哎。这个地方呢，是我们新化大木匠园区的一个中心点。那我们呢，现在呢，这个是新化武德殿，这个是1924年日本大正13年的时候一个建筑物，到现在已经101年了。那它的建筑特色，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呢有一个就是牛眼窗，圆圆的，对，牛的眼睛，像牛的大眼睛一样。这个牛眼窗啊，它是17世纪巴洛克建筑元素，只是用在20世纪，所以呢，它的装饰性是主要的强调主轴。所以这个牛眼窗在现在台湾的所有武德殿里面，只有新化武德殿有牛眼窗。因为据我所知，有很多的日式建筑，或是台湾的日式木造车站都有牛眼窗的设计，但是在武德殿上真的比较少看到。它通风、采光都是很有帮助的设计。是的，是的。哇，好可爱！我觉得牛眼窗真的就像是这栋建筑的眼睛一样，关照着里面生活的每一个人。是，对，谢谢。除了刚刚牛眼窗之外呢，现在我们有一个檜木雨林板。现在包括高雄武德殿、台南武德殿、旗山武德殿、彰化武德殿、南投武德殿等等这些，他们都把它改成用水泥做的。哦，所以只有这里还保留着原本的日式雨林木板。这个雨林板它会通风，会冬暖夏凉。缺点就是说木头可能年代久远，就比较容易腐烂掉，更需要去维护它。是啊，所以以新化武德殿它经过2次维修。可是这个雨林板呢，是到现在为止是原始的101年前的原汁原味的再利用，它并没有换新的板子，所以它上面会有岁月的痕迹。哦，你会看到它有凹凸的痕迹哈，这个是岁月痕迹制造出来的。好，来，我们现在进入到新化武德殿的内部空间。老师，啊你外面维护的这么好，里面你看地板都快塌了，我们走路轻一点，走路轻点，你不要毛猴子，你还在这么用力的走路，它不是，这是特别设计的，这个叫做弹簧木地板，是台湾武德殿硕果仅存唯一有修复的一个弹簧地板，所以我可以体验一下。哦，所以它是刻意营造出短的感觉。是的，我刚吓一跳，我以为是年久失修，然后它要塌了。不是，因为我之前有去过台湾其他的武德殿，踏进去的时候也没有这种瞬间脚一滑的感受。日本人当时他们设计的武德殿啊，本来就是一边有弹性的，作为他们警察练习柔道。另外一边呢是练习剑道的。那因为这2种武术它的技法不一样，所以柔道为了要摔下去避免冲击受伤，所以他们上面会铺榻榻米之外，下面会装弹簧来吸震，这叫双重保护。旁边这个皮小孩一直在拽，就是让我有一种要晕船的感觉。没办法，因为这个有弹簧，就想要忍不住想要一直踩，你知道吗？我现在有一种音浪太强，音浪太强，会被撞地上。过来这边就比较不晕了。快去剑道场。跨过来就剑道场，就不晕了。端你的，端把你。但是摄影师很棒。那新化武德殿除了刚介绍的弹簧木地板，还有剑道场之外，其实我们整个建筑结构呢，它都代表了很多当时日本时代一个建筑的智慧。包括我们屋檐上的5只那个原始的檜木屋架构，是当时原始使用到现在。另外一个，他们练习武术的武术馆，他们必须崇尚武德精神，
所以他们必须有一个信仰一个中心，所以呢会有一个神圣空间，我们叫做神龛。神龛呢就是当时他们摆放武神，在习武之前是要先祭拜武神的一个地方。新化老街不只是一座历史博物馆、生活博物馆，我觉得也是美食博物馆。有没有闻到美食的香气？有已经闻到一个香味，而且我们要找在地美食，来这边就对啦。对啊，我们要找的这间在地美食啊，它里面的职人主人，甚至还是硕士等级的哦。硕士等级，所以是羊肉硕士。羊肉老师，快叫老师！哎，老师好。老师好，你好，我现在不当老师了，当羊肉达人。羊肉达人，但是以前你真的是老师，真的对不对？真的，我还有修那个教育学程的。那为什么会从老师变成羊肉达人？好，跳脱我中。你有穿拖鞋吗？怎么了？我不会问一下，因为我也不知道。你也要问天问地是不是？我真的没有想过说我会来结婚。等一下姐，所以你以前是餐饮小白吗？对，完全零学习来的。那你是看到店有招租，还是说没有朋友问你？是因为也都没有，是因为有一个那个隔壁的之前一个阿迪呀，他说这间店要盘人，然后他都好像都蛮早就收了，应该是生意不错。那我们讲说生意不错，好，我可以来试试看。怎么这么单纯？对，真的，我真的是春天里的2条虫。梁静茹给你的勇气吗？而且听起来你资历很菜哎，所以你会不会有比你会煮啊？对你比我会，在场的任何一个都比我会。那后来盘下来之后，才开始跟着原本的老店慢慢学味道，这样子。应该是说，既有的客人，他们以前会来吃的客人，来试了之后，可能我们的态度也蛮和善的，蛮亲切，所以他会跟你说，那个阿梅啊，你黑吼汤什么什么可以怎样怎样，然后肉什么什么，他们就是都会一直来，然后味道帮你调，我尴尬，安坐就调，安坐。对。现在有点变成客人是老师的感觉。是啊，我们刚刚叫你老师，原来其实你是新生啊，对，小菜鸟，先来2碗汤吧，好不我好？是教学乡长学来的。教学乡长，那老客人跟着你一起慢慢把这个老味道找回来。对。熬煮4小时的当归汤底，好香哦！很补，而且它颜色虽然看起来就是很浓厚，其实它是很清爽的哎。对，这个颜色，它的外表跟它的内心没有很搭配，很黑，但是很清甜。对，现在慢慢会回甘，然后可以闻到那种中药的香气。对，而且它的当归香啊，不是舌头里面尝到的，是鼻子里面闻到的。但入口的时候，当归味没有很重，所以怕中药的人完全不用担心。真的，而且你这肉是不是很厉害？我刚刚看老板娘她是用热汤直接冲下去，像是那种牛肉汤的感觉。对，它的羊肉会有一种粉嫩的感觉和颜色。哦，太嫩了啦，太嫩了，这么嫩。嫩丢丢哎！它的口感超级好，我敢发誓一点腥味都没有。吃下去之后是非常的绵，羊肉很难我们会用绵来形容，因为大部分都会觉得是扎实、是弹牙的口感。可是我竟然觉得它很绵，非常软嫩，真的是嫩丢丢，好好吃。是假日限定，而且也是加价限定，你要满额才能购买的。对，而且我来之前有看评价，这是很限量的。对，真的是晚来你就吃不到了。羊皮卷，这个我在台湾其他地方确实也没有吃过，我不知道什么是羊皮卷。依依说啊，这个羊皮卷在宰羊去骨的时候，其实师傅的手法就很重要，就已经要跟师傅讲好说，你大概要怎么切，怎么脱骨，才可以有这样子的呈现。哦，所以它的比例很重要，在煮肉的时候，难怪是限量的。好好
吃哦，超级美味，因为它是充满了胶质，很滑口的口感，以及有肉在里面的纤维口感。然后你慢慢咬，慢慢咬，它那个羊脂开始融化的时候，羊的香味就出来了，这个好好吃。越嚼越香。哎，还有这个我推荐女孩们一定要品尝一下，因为我们需要胶原蛋白。哦，第一次这样啃羊角哎，一般都是吃猪脚。而且它的卤的，我觉得整个软嫩度非常好，它不是那种软到软体散散的，它是有一点点带劲，可是呢，真的咬起来也会没有负担，软中带 Q。越嚼它里面中药的香气会越慢慢散发出来。我觉得这个好适合再多外带一份回去，一边看电视边啃。对。你是很特别，人家追剧是看爆米花，你是吃这个。对，边嚼边有滋味，然后边看剧，我觉得这好适合哦，样样都是精品哎。而且不只是精品，还是样样都是限量版的，都限量。对，像我们今天来的时候，羊角只剩下最后一只了。然后像这种内脏啊，它每天都不太一样，所以你来吃的时候有点惊喜的感觉，像开盲盒的感觉。看人品。对，看人品。看运气。是的，我们来到了丰荣社区，你看得出来这个社区墙上的彩绘画的是什么昆虫吗？这些特征蛮明显的，这就蟋蟀啊。哎，我们刚刚到了老街博物馆，所以我们现在去昆虫博物馆吗？更精准的说，是你辨识出来的这个昆虫——蟋蟀博物馆。其实我也很难想象，在现在这么一个都市化的社会里面，竟然还有一个社区里面有达人在抓蟋蟀、养蟋蟀、斗蟋蟀。哎，哇，这里竟然有这么老派的休闲活动哦！那真的是蟋蟀博物馆没错。我们去找他。好。是啊，你看那位。哦，那位在东翻西找的，一定是蟋蟀达人。安哥好。嗨，安哥。安哥你好。安哥，听说来到这边一定要来找你，因为你会带我们来找蟋蟀。看你蹲在这边，是已经发现了什么了吗？我刚刚就听声音辨位，已经就找到这边了。哦，你已经确定它的巢穴在这里了，是不是？对。原来找蟋蟀不是用眼睛的，对，是用听的。哦，先用耳朵。对。哎，好像有。对了，在空隙里面。空隙里面。对，尤其是在土堆。啊，是的，我看到它的须须。哦，我看到了。有动。有哎，好大只哦！哇，哎，这超大的哎！好大，好肥哦！这跟我小时候抓的完全不一样哎。你小时候抓的是比较小只。对，就是大概只有这样子而已吧。对，因为我家在附近嘛。这只应该是可能是逃兵的。逃兵？逃出来啊！哦，应该是，因为外面没有这么大只的。正常的抓法是抓这边的。哦，两边。哦，就这样子啦。哦，因为它是刚刚从土里面抓出来，还可以摸它哦，轻轻的，不要太硬，轻轻的，好大只哦，这只真的好壮硕哦。说到斗蟋蟀啊，应该是很古早时的儿时记趣。现在在丰荣社区还有在斗蟋蟀吗？有，应该是在台南嘉义这部分都有，只是他们没有延续这样办下去而已。那因为我们就是为了办斗蟋蟀比赛，在民国89年的时候，他们做票选出就是蟋蟀当新化区的吉祥物。哦，特别是这样子，等于他已经成为了新化代表性的人物。对。那现在除了在田间我们可以看到蟋蟀之外，在新化是不是你们自己也有培育这些蟋蟀选手？对，干脆到我家去看。哦，你家有更多？有了，好几十万了。哇，价值好几十万的蟋蟀，几十万大军。哇，那走了。是几十万只还是一只几十万？两者都很厉害。对，应该都有哦。好奇妙哦！第一次来到所谓的蟋蟀选手村呢，好多，是的，这边都是。安哥，我觉得这不是选手村，这是国训中心，太多了吧？安哥养得很漂亮啊，欧金的。我有发现选手村的打造，第一个居住环境，呢，安哥是特别找了那个放鸡蛋盒的孔洞，因为刚刚安哥在田里有告诉我们，蟋蟀喜欢找洞钻，对，所以那个放鸡蛋刚好一格一格，就像是他们要的孔洞，他们的公寓 apartment 要是
是这个样子的是公寓。然后再来这个环境之外，饮食对选手也很重要，所以我有注意到有饲料，对，有玉米。也有像果冻的，哦，对，还有叶子也要，所以呢，安哥为了让他们有好吃的好住的，还要自己种菜，等于自己担任厨师，营养啊都要很均衡、很足够，就是要把他们养得壮壮的，对不对？对。所以下面这个是公寓啦，上面这个就是他们个人套房就对了。对。现在里面有选手吗？有，哎呦，可以，他们可以拿下来看哦。可以，有了。哇，真的有哎，哦，真的好壮，每一只都又壮又大只哎，单间的。可是为什么他们长大之后就不能把他们通通都一样聚集在高楼大厦或是公寓里面，变成要套房呢？你放在群居的话，他们每天都在打架，那打架死亡率会更高。也对，所以他们的那个战斗的习性不会那么高。你把它挑选出来比较得意的，就放在套房里面，让它产生一种孤独孤僻。因为它本身就是有那个地区性有地域性的观念，为了要争地盘，为了要巩固它的地盘，所以蟋蟀跟蟋蟀相遇就开始打架，有点像那种高手啊，就是要武术斗争之前，切磋之前，我要先隔离。那个叶问不是要跟外国人打架的时候，也要自己住一间，对自己单独住一间，每天修行一下，每天都跟木人桩练一下，这样大概这个意思。我要平心静气，我要虔诚嘛，对不对？所以安哥，你进来这边已经算是储备选手了。对，体型是只要大就好，还是说有没有？因为像我们运动选手，比如说施达，挑脚长的腿长的啊，这个比较适合跨栏。对 ，OK， 这个顺便告诉你们哈，蟋蟀要挑出虎头老鼠尾。头很大，牙齿自然就很大。那老鼠尾的意思就是像我们那个举重的那个一样吧，哈。倒三角身材，对，倒三角，就是这样子啊。要挑这种蟋蟀出来斗的话，赢的几率大概有80%以上。哎呦，好，那我还有一个问题，现在蟋蟀我们都搞定了嘛？对。那这样它都具有先天性的优势，我还需要训练它吗？还是我把它不用训练，我把它放出去我就赢了，是不是？因为温雅哦。那我们两个现在想要斗一下蟋蟀的话，我们也不用训练它们，不用挑得好就好。那需要训练我们两个吗？要，要训练是人，要训练人。这几下，这个是猫的胡须哦，坐着，那在烧蟋蟀的过程当中是要猫须的最末端，最嫩的地方，烧在蟋蟀的额头，烧它，你就那个晃了哈，晃，速度越快越好。我不会怎么，我不会怕卡球哈。就是晃而已啦，晃而已。你要让蟋蟀它那个发飙，就烧它的头，就烧它的头，有没有？牙齿打开了，对，压起来。然后你要让它回头，你就烧它尾巴，它就回头。一直烧尾巴，它一直在那边转，转到最后它会那个生气，它会赶你干掉哦。干掉它这里有没有？它干掉了。对，就是很乖吧哈。所以人家说牙起来，就是因为斗蟋蟀，把它弄到它牙起来，牙齿露出来。我只能告诉你。于是啊，我这支选手很凶，我就是汉草也是不错哦。我这支气势很好，它牙齿很大，虎头老鼠尾有，你要注意了。怎么样？要赌一把吗？好，那我觉得应该要来点稍微的赌注。我觉得如果我输的话，看一下，我们现在是下午2点22分。如果我输的话，我们就2点30分收工，后面就一直出黑幕。你说收工就是你收工还是大家都收工？大家啊，全场啊！对，你都好怕啊！我觉得是奖励的感觉。你看我这只蓄势待发，迫不及待啊 ！Go！ 这两只斗起来应该是1。安哥快点 ，I'm ready。哎，你是选到8+9啊？你那是怎么凶的感觉啊 ？OK， 我要打开了哦。加油哦，我对你有信心。赢的会叫，输的就是会高。Johnny Go！ 弄他！好激烈，好凶哦！去，好了，你加油！对，加油！哦，他体型真的。Johnny Go！ Johnny！ 永不放弃！哦，这个好刺激哦！永不放弃！把你的牙齿露出来！Johnny Go！ 我要把你的鼻道没有退路哦，你的输了。
我的赢了，输赢了。因为他走了，是不是？然后他我的赢了啊。对了，哦，耶，收工。输了啊，收工。这样有没有君子之福？有，他不会猛追。对，不要讲话了，安哥，不好意思，阅读服输，谢谢大家收看，谢谢。我们下个礼拜天的早上11点继续收看《高高台湾》。哇，思达，你看，我们现在已经从新化的生活博物馆里面迈入了森林博物馆了。真的哎，这趟旅程我们从老街拿到田园，现在到了丘陵山边，好有层次哦。是不是？而且这段步道有没有浪漫的感觉啊？真的，它是紫藤花隧道哎，超浪漫的。浪漫的还不止这一条隧道而已，你看前面的建筑是不是很有童话氛围？建筑更浪漫，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要住宿落脚的地方。哦，我知道啊，你要带我来当王子、公主跟御前侍卫，啊？为什么不能当王子啊？我想当王还是你想要子啊！当小矮人？我要当王子好，当啊！王子，当王子。房间内部真的就是很乡村的感觉。对啊，这好可爱哦！而且有一种香香的味道。啊，快木的味道。森林的气息，我觉得他很用心哎，他用很多的木质来装饰整个房间，包括连天花板的地方对都这样子，好像你可以玩体能极限，就是可以在上面跳天梯的感觉。不行，可是就会让人觉得，哎，我好像是跟大自然的树木相处在一起。对，我觉得好像住在那种树洞里面的感觉。有，对有，而且我们刚好住在2楼的这个房间，放眼望出去，它有小阳台，小阳台外就是树冠层。哇哦！这个高度，你看出来阳台之后，真的就是树冠层呢，叶梢、枝芽都在我们触手可及的地方。不只像住在树上，也像住在树屋的感觉。有，很有童话故事感。童心大爆发。既然我们都来到森林博物馆了，当然不要只是待在房间里啊！你看这条步道是不是很适合来走走？对啊，而且在树荫里面走，然后这样风吹过来，其实蛮舒服的。哇，这个步道也是有一点点小陡度，不对过整体而言，我觉得心情非常的平静，因为环境很疗愈、很自然。蛋姐，你不要太急着平静啊！我刚发现个很好玩的东西哎，又来，很刺激的。月教练这边，哎，才刚平静一下，马上就要刺激，教练，嗨，教练好，你们好而。且你还端出教练，让我无法拒绝。对。教练好，你怎么想说在山上做这游乐设施啊？因为我们农场主人呢，他的初衷就是小时候他希望有一个游乐园。那我们在山林里呢，他又不想要过度开发，所以打造这个跨越山谷的滑车跟吊桥，让大家来的时候可以追寻刺激，然后又可以训练体力这样子。所以我们这里就是一个大自然的游乐园。所以这是一个游乐设施，也是一个小时候的梦想成真、梦想实现。没错没错哇，好浪漫哦！对，而且我觉得算是一个小奖励，你要走上来之后才可以玩这个设施。对对你如果没有经过这段步道的践行洗礼的话，你就不能享受滑过去的快感。对，它的速度会很快吗？还好，其实过去的时候在山谷中间还蛮舒服的，凉凉的风，然后风景漂亮这样。好，那要玩。速度不慢呢！哇，看起来好悠闲哦！真的是越过峡谷跟越过山谷的对感觉。对哇，好好玩哦！但我觉得教练很辛苦，因为有人滑过去，教练就要帮忙这就是要训练体力的地方。换我出发啦！来，3、2、1，走！哇呼！啊！哇，好美哦，旁边！天哪，旁边太漂亮了吧！哇，你好快哦！哦，
哎呦，你着陆蛮优雅的。着陆很优雅，我觉得这个左右的视野都非常的好看。对，而且我们刚刚不只是童话故事的公主跟王子，刚化身为泰山的感觉。哦，有。对，穿梭过山林。因为它的植栽实在太茂盛了，整个森林绿意盎然，所以我完完全全是在峡谷里面被绿包围的感觉。真的超好玩的，好想再玩一次哦。而且还可以走吊桥折返回去耶，不一样的冒险的感觉。这是另外一种感受，而且这个吊桥，也许惧高症的人会有点害怕哦。再往下走呢，可以找到我们农场主人，就是菜爸，他很会种野菜，还有有机的生菜，那都是无毒的哦。有吗？好像是前面呢。哦，有。哎，看到人影了。有。嗨，小可爱，菜爸吗？阿姨。哇，菜爸，你的这个菜园菜也长得太好了吧？对啊，这个是标准的有机蔬菜。哦，菜爸的这个罗曼呐，长得叶子真的很大颗。哇。刚刚我们听教练说，那个滑索是你童年的时候的梦想，所以你打造了这个滑索。这个菜园该不会也是你童年的梦想吧？从小时候就跟着我老爸，他都有种很多菜，还有一些水果啦，造就我们现在对一些农作物啦，那我都蛮有兴趣的。而且我听一鸣教练说，你连那个步道那整木都是你一根根搬上去的哦。对啊，那个。30几年前那时候，还体力还是算蛮好的啦。所以这整个园区可以说是菜爸你一砖一木、一整一瓦，然后一片叶子或者是一株蔬菜，你把它打造起来的。对，蛮喜欢田园的这种生活啦，可以给我们整个全家人在这边可以永续的生活啊，相对也可以提供给住在大都市的人哦，那他们也可以来深呼吸哦。那种真的是很健康啊！哇，好多哦！哇，结实累累耶！哎呀，现在刚好是季节，对，它是成熟期的，哎呀，金黄的，让人看了心情就觉得很好。怡晴，你来挑，好，给我。哇，耶！思达自己剪，这都可以剪的吗？是吧？对。我们今天煮这一锅，对，是野菜粥。台南特别会再加一点糖，因为喜欢姜冰这样子。对，这个胡椒也是它的调味，然后糖。台南的精华。对，台南就是一个很甜蜜的城市。对。有吗？香吗？饿了吗？都跟姐姐炒的有香吗？你饿了吗？你应该看得出来我很会煮饭吧？有吗？大厨有吧？对不对？大哥很会煮哇，好吃谁煮的啦？有够会煮的，自己凭良心讲，好吃吗？很好吃，很好吃哎。对啊，整个咸度非常的刚好，而且里面的虱目鱼好软嫩哦，香菇也超级香的。每一个配料我觉得都有发挥最大的作用。野菜把整个汤头弄得好鲜甜哦，对，很滑顺，一喝下去会停不下来，就想一直喝下去。我阿公常常讲一句，不是新妇熬煮，是撩家的。
所以重点就是我们的食材很好，就很丰富、很实在、很澎湃这样子。实力高住。我要搞住，有嘛咖黑啊，有嘛咖黑啊，对啊，都敢。菜爸还帮我们烤了一只母猪哎，直火烤对不对？对啊，尤其这个好香哦猪的品种也不一样，这个是蓝泥种的迷你猪哈。哦，它已经要接近有8分的成熟了啦。烤起来这个皮哦，应该是很酥脆啦。爆炸的香，我听到你咬下去的酥脆声音，对，太夸张了吧？它皮是饼干哎。这个皮真的有够脆，而且它的香气啊，完完全全有被浓缩在皮下方那个具有油脂但不腻的地方。所以你也最喜欢吃猪皮，对不对？我现在吃下去，我也觉得我最喜欢吃猪皮。你试货，很厉害，真的很好吃哎，菜爸，这个。它里面除了那个我们刚刚吃下去脆脆的口感，还有油脂的香气之外，还有炭火的一种香气。对，我觉得炭烧一定有炭烧的香气。炭火很加分，然后整个肉质也是完全不柴，超软嫩的，好好吃哦。哇，菜爸这个，下次来这边一定要预约。这一定要点，对，至少要一天前就要预约啦。厉害哦！菜爸是我们农场的烤猪的老塞，没有人可以取代的这样。天哪，这个肉有点夸张的软嫩。你看它这个肉质是很厚实的哦，因为这个都是6个月大的成猪，它不是外面港式烧猪那种baby，一层薄薄皮连肉，所以你在这个肉里面可以吃到肉的汤汁。对，这个肉我刚刚咬下去，因为我想说皮那么脆，已经很令人惊艳了。对，结果吃了肉之后，这个肉的嫩度跟它里面那个纤维一丝一丝，非常条理分明的感觉，这简直就是高级餐厅料理耶。对，对不对？而且一开始看它猪肉切那么大块，一开始有点小担心，想说哇那么大块会不会很难咬？咬不下去，超级好咬，肉超级松软。根本就来到欧洲餐厅啊，就德国餐厅或者欧洲餐厅之类的。尤其我们南部人在请客哈，哎呀，你吃了太小优秀的他会不高兴哦。对，这个菜真的现摘下来的酥脆度没得比。对，它很多汁，而且它无毒，你可以放心的这样子吃生菜。对，而且因为我们摘的那个菜爸种又很大一片嘛，所以咬下去那个爽脆度。那因为蔬菜很爽脆，里面的肉我们刚刚说是超级软嫩的，搭配在一起，我觉得真的是很像欧式料理或是高档的德国料理里面端出来的。所以你说农场料理可以做到这么精致，真的太让人赞叹。然后二姐帮我们沾的酱料啊，我觉得好香，它不是一般的那种秘制酱或是糖酱，你们自己调的。对，我们调的是南部比较经典的那种豆瓣酱油。哦，对，又有香油，然后咸甜，一样是南台湾的风格，咸甜风格。很好吃哎，对啊，整个整体包在一起，就是让人心醉神迷，太优了。这一帮我们吃那种，哇塞，超厉害啊！太厉害了，就觉得我很会煮。哇，鸡汤也好甜哦。这个甜度是因为加了破布子在里面，对，有破布子的这个汤汁，然后鸡汤它炖了3个小时，用炭火慢炖，所以鸡汤整个精华跟破布子的甜味它综合在一起，所以这个汤就很甘甜。而且这里的鸡汤也是用炭去熬煮的呢，这就是那种慢火慢慢的控出来，其实喝起来很像以前那种传统板豆的那种鸡汤，那种手老菜，其实要花很多时间慢慢蒸，刚刚蒸1个下午，那鸡肉都是很料理都很功夫，对，很功夫哦。而且我现在吃到鸡肉了，鸡肉也好嫩哦，一丝一丝的，很滑口，因为很多鸡汤的鸡肉。其实是不能吃的，对，它只是熬出来，它熬到那个肉已经柴掉了，但这个完全不会，完全不会柴，非常滑嫩，滑嫩之外，那个丝丝的纤维都还条理分明呢。只要我们这个鸡也都算属于放山鸡啦，它都有在运动，对，肉质很好。它放山鸡那么结实哦，可是它就是因为它特别有这个破布汁，它有它独特的乳酸菌，它会去软化这个肉质，所以它这个肉质吃起来特别滑顺，所以这是这道汤品比较特别的原因。难怪它如此之滑，哇！所有的料理都是超级功夫菜耶，3小时，3小时，每一道都要搞3小时。这没有预约吃不到，没有预约吃不到，对啊，而且就连一杯果汁也都非常的用心。
因为这是我们今天去采果的果刚刚汁，现采回来现榨的橘子汁，茂谷柑橘。茂谷柑橘耶，是不是很有成就感？对啊我自己摘，的，好漂亮哦。哇，太新鲜了，我的天哪！很新鲜，外面有柳橙汁，有各种果汁，可是橘子汁是蛮难喝得到的。是橘子本人没错橘。子本人100%，因为我们今天其实采果采回来的时候，我们有扒橘子来吃，对，这根本就是跟吃橘子一样的口感，只是没有了实体的东西，变成是液体而已。对，就是而且你现在我现在整个嘴巴都是柑橘的那个香气，柑橘香气，对，还有柑橘的精油，对，很棒。香我觉得很难得，因为外面真的都是喝到柳橙汁居多，对喝到茂谷柑橘汁很少很少。对啊，这个真的是很原味的。对呀，好鲜甜，可见这个茂谷柑橘有多么的多汁，菜吧种的好。干杯！